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感性工学之分类方法。本单元要为大家介绍感性工学的分类与流程。首先介绍感性工学的原始模型。第一，选择产品领域，把目标产品跟客群选择出来，接着分2个步骤同时进行。左边，跨越语义空间法，是以收集描述产品情感的语汇，透过聚类分析图或是亲和图来减少语汇的量。右边，跨越产品属性的空间法，是以收集研究产品的设计属性，最后由设计师认为可以对情绪反应产生影响的属性为优先。之后往下步是合成，语汇是使用统计的方法，将产品的属性和感性语汇之间产生联系，获得影响感性语汇的产品属性。接着是有效性测试，这步骤主要是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出第一组成分的感性语汇，并作为实验的基础。最后是模型建构，在验证后提出几个最终模型，都会把产品属性与每个感性语汇连结起来。随着感性工学的发展，马甘尼跟舒特等人将感性工学分成以下6种类型。第一，类型分类型。第二，感性工学系统类型。第三，混合类型。第四，数学法类型。第五，虚拟类型。第六，共同合作类型。可以根据团队的需求与时间来拟定最适合的方法。感性工学第一类型是最容易理解与介绍的，在这个部分将会详细介绍感性工学的第一类型，其他的类型也是从此类型去改良。感性工学第一类型的概述为将产品的主要概念细分为更多更详细的子概念，并将其扩展到多个级别，再根据产品设计的物理特性进行分析与解释。感性工学第一类型的操作流程分为5个步骤，我们将一一说明。第一步骤为确定目标市场与群体，例如儿童或成人，年轻女性或年轻男性。当目标市场确定后，我们可以进入第2步骤，决定用哪种产品概念为客户开发新产品。我们可以透过调查和研究目标的生活方式或其他方法来完成。例如，你可以通过咨询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研发人员，并收集大量数据来确定概念。接着来到第3步骤，将产品概念逐渐解构，直到可以正确分配设计的物理特性，并以树状架构的阶层概念来呈现整体和细部的组成关系。第4阶段时，产品概念已变得更加详细和易于理解，这时我们就能够确定新产品的重量和形状等物理特性。然而，即便已经确定了物理特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准备好设计新产品。故在最后这个阶段，我们必须将先前识别之特征，透过这阶段来将这些特征转化为技术规范。以流程图来表现感性工学第一类型，
类别分类型，如图所示。举个小例子，此例子来自《Innovation of Cancer Engineering》这本书中，第一步骤与第二步骤，我们先假设我们的产品概念是对人友善，那第零阶层则定为对人友善。这里我们可以使用 KJ 法来辅助我们发想与整理，如在单个 KJ 卡上写下描述这个概念的所有语汇，根据相似性语汇进行分组，并给出每组的标题。第三步骤则可从图中看出，第一阶感性概念中为人们友好的概念创建了2个组，让我们假设这些组的标题分别对所有和简单的友好。在这个阶段，人们仍不知道人们友好的产品会是什么样子，因此每组卡片会被分类并部署到描述每个类别的更低阶概念，通常会一直向下分类，直到可以正确分配设计的物理特性。接着来到第4步骤，与右图相比，左图的概念变得更加详细和易于理解。在这个例子中，当我们达到左图这个阶段时，我们就能够确定新产品的重量和形状，例如轻便、易于携带等。我们可以将概念与技术词汇联系起来，通过功能简单或自动化等关键词来确定它将采何种自动化方式。从简单的外观、轻巧和易于携带的关键字，我们可以定义外观设计，而从明亮的色调，我们可以得出外观设计的颜色。即使在这第4步骤已经确定了物理特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准备好设计新产品。在这个阶段，我们只识别其特征。接着进行至第5步骤，我们需要将这些特征转化为技术规范。例如，为了实现步骤4中出现的自动化概念，我们需要基于过去的模型和下一个新的功能级别开发新的自动化机制。在设计方面，我们必须通过试验和实验来确定，例如按钮应具有其功能的大小和种类，以实现易于理解和推动的概念。这就是使用感性工学第1类型，有助于将低阶概念组织成细节，并达成物理特征的级别，然后将它转换为技术规范级别。在执行这些步骤可能会促使新的设计和发明。介绍完感性工学第1类型后，我们将会来简单介绍其他类型的流程图。由于之后的类型是从感性工学第1类型延伸下去，所需更多更复杂的背景知识，且会依照不同专案去使用不同的系统。故我们在这里先为各位同学介绍这些类型之概念，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查询相关知识。感性工学类型2类似于类型1，因为它们都是从感性概念开始。然而，它与感性工学类型1不同之处在于，使用称为感性工学技术的方法，将感性概念转换为物理特征。这里，它被称为设计要求或设计元素。这张图简单的展示了感性工学第2类型流程图。感性工学第2类型是一种将消费者
持有的产品的图像或感性语汇翻译成有形产品设计元素的技术。感性工学第二类型又称为感性工学工程系统。感性工学工程系统是由4个数据库所组成：感性语汇、分析产品的图像、设计和颜色及知识，主要透过电脑资料库的运算，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资讯。内部的组成架构如图。感性资料库主要建构感性语汇空间。首先，大量收集词汇，再以简单问卷由受测者填答筛选词汇，以 SD 法搭配产品进行评估，所得资料再因素分析，建构出感性语汇空间，便可进一步投入感性资料库。感性工学2类与感性工学1类不同在于，感性工学2类有助于消费者选择符合心理感受的产品，或是成为辅助设计师进行产品开发的决策资源系统。例如，设计决策资源系统的实际案例，色彩计划系统，也提供设计师与工程师对于色彩认知差异的解决方案。第3类型 Hybrid 被称为混合式，因为这系统既有前向推论式感性工学与逆向推论式感性工学的特征。前面介绍的2种类型皆为前向推论式感性工学。感性工学第3类型是一种透过数学模式推算输出对应感性语汇的结果。设计师先使用前向式系统取得符合期望意向的形态要素作为参考资料，再将初步构想阶段的设计稿交由电脑分析，判断出对应的感性意向，借由此过程逐步修正出符合消费者心理感受之设计。使用混合感性工学系统的优点如下：设计师可以决定新产品的产品概念，能以一个简单的方式，如其输入正向的感性工学系统，快速得到一个设计概念。2. 设计师还可以添加自己的创造力，根据想法绘制产品草图，然后使用逆向的感性工学系统来了解感性的种类和草图的规格。3. 通过连续使用前向和后向系统，设计师能够设计出与感性完美匹配的产品，并可以增加产品之创造力。第4类型是数学模式，是在不考虑尺度库前提下所建构的。这套模式能够从感性语汇中得到人因的结果。在计算过程中，数学模式意味着它是扮演与尺度库同样的角色的一种逻辑。福卡须马和他的同事尝试设计智慧型的彩色印表机，以列印出更佳的彩色图片。首先，他们拟定一个实验设计，以感性 SD 尺度来评估不同女孩脸部颜色。这个 SD 尺度包含了例如漂亮的、美观的等脸部颜色的感性语汇，其中所评估的色彩个别分类成色相、明度与彩度，以表示在一个三角模糊归属函数中，归属函数所产生的结果在智慧型彩色印表机的 CPU 内运作，能够透过复杂的色彩分析程序
得到更漂亮的彩色图片。第五类型，感性工学也称为 VIKE 虚拟感性工学，使用虚拟实境技术向用户模拟 3D 环境。它是计算机系统与虚拟实境的结合，利用虚拟空间资源的经验，帮助用户选择产品。根据 Nakamashi， 通过使用这种类型的感性工学，可以在生产感性产品之前检查感性环境，使得该技术组合对于房屋、汽车内装和城市设计、景观设计等的设计非常有用。左边的系统代表感性工学，右边的系统代表虚拟系统。首先，消费者需回答有关他们生活方式的问题。该系统提出了适合用户感性的环境，并使用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来自于多名用户在虚拟空间看到所产生的感受。如果消费者对虚拟空间感到满意，便可以将此产品实施出来。第六类型的感性工学，使用网络来协助开发工作。这种感性工学的好处如下：一、增加计划的承诺；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三、提高产品开发速度；四、增加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讨论。许多人的有效参与，促进了项目的多样性。它是一种使用软体在群组或网络上进行协作的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同时提供客户和设计师观点的机会，因此必须减少和简化开发的初始阶段。使用网络可以建构一个专案的群组，它具有智能系统和感性数据库。这种方式对加入许多设计师的工作非常有帮助。此系统通过服务伺服器，是一种聪明的程序，帮助共同专案，让设计师和计划发展之间能够更好的互相作用。如前所述，这种类型的感性工学的好处是，可以增加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效率、产品开发速度，为计划提供多样化的想法。课堂最后做个总结，透过第二章的介绍，各位可以学习到如演化般的感性工学方法，从原型的流程一步一步的推演出更符合当时科技的方法，一直到现在的虚拟实境和网络。之后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会有更多适合那时候科技的类别来辅助我们每个阶段的操作，让这些资料能被运用得更加彻底，为感性这类不确定的资讯转为具体的值得信赖的数据，不只在产品设计上，还有将来的人工智慧也能够使用。下章节介绍实际应用操作上，以介绍实际案例来教各位如何操作。下堂课见。